本是帝国圣洁的高岭之花，却在鲜血中彻底的绽放。被魔剑附身的他，成为了毁灭王国的恶魔。他每天都在祈祷死亡的降临，却一次又一次被魔剑控制。所有靠近的人都成了他成长的养分，连带着那个带着信任拯救他的骑士，再也睁不开那双湛蓝的眼睛了。她是阿尔西亚，原本拥有平凡且幸福生活的贵族小姐。而今天是阿兹卡军校开学的日子，在所有人都在疑惑谁能成为苍穹骑士时，有着粉色长发的女孩踏上了试炼场。在这个帝国，那些能把魔力注入剑气的剑术大师，也只能成为普通骑士，而在他们之上，是圣剑拥有者的苍穹骑士，他们是足以超越国家的力量，成为候选人，也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现任团长是最年轻的圣剑拥有者，而粉发少女也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华贵的礼服与这里格格不入，所有人都认为她只是一个不会挥剑的花瓶。可尤利安却看着场中人影怔怔出神，似乎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你们认为她会落选吗？如果是我会赌她以第一名通过考核。女孩只是随意的一剑，便轻易的击碎了坚硬的木桩。而这一幕也和尤利安预想的一样，没有丝毫悬念，随即淡淡的吩咐，把她的资料收集给我。阿尔西亚·罗亚兹伯爵家的长女，这个名字和她十分相称，一旦听过就很难忘记。在尤利安窥见的未来里，阿尔西亚并不是阿兹卡学院的学生，与她相称的粉色头发也不复存在。她变了，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另一边，阿尔西亚行走在学院中，魔剑的烙印吐槽着持剑人的无情。你又在想怎么抛弃我了吗？如他所料，阿尔西亚来到这里的原因，尽管拜他所赐才能让时间倒流，这一切也许根本不会发生。他会如愿以偿地过上自己平淡且幸福的人生。自从魔剑巴尔德出现在他生活的瞬间，一切都变了。他亲手杀死了自己所爱的人，连带着那位自己曾无数次期盼与他相遇的骑士。在他最信任自己的瞬间，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女孩晃了晃脑袋，不要动摇，现在只是开始。为了永远告别这把该死的魔剑，努力改写这一切的结局，不要被其他事情动摇，因为这是他亲手争取来的奇迹。由人类杀意锻造而成的魔剑巴尔德，会夺取主人的身体展开杀戮，而这股强大的力量最终会使持剑人的身体崩溃。失去宿主是魔剑的结局，但女孩却是个例外。强大的魔力亲和力支撑着破碎的身体，她成了世上最闪耀的天才，却也成为挥舞魔剑的恶魔。鲜血的喂养成就了他无可匹敌的姿态，无数顶尖强者倒在了他成长的路上，而恶魔也终究会迎来属于他的审判。帝国三皇子继承圣剑奥萨，成为最年轻的苍穹骑士团长。他曾无数次想象过与他相遇的情景，却从未想到是以这种方式。杀意与爱意交织的瞬间，那股杀戮的欲望竟在脑海中剥离。他想就在尤利安手中结束自己罪恶的半生，但尽管自己已经足够克制受魔剑控制的身体本能，还是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实力。见状，苍穹骑士团开始了集结。如他们所说，这不是骑士之间的决斗，而是讨伐。这场围剿长达数个小时，他们的愤怒却不止于此。这样天才的少女却要去触碰魔剑，可他们不知道的是，阿尔西亚原本拥有幸福的人生，她也厌恶着这个被毁掉的自己。尤利安举起手中的长剑，他看出了阿尔西亚的脆弱，这也是第一次。他感受到除了恐惧与怨恨之外的东西，那双充斥着怜悯的眼神。预想中的死亡并未到来，男人力排众议，保住了他的命。我们不能对无意的罪进行惩罚，即使这个决定充满争议，但身为骑士团团长的决定依旧不容置疑。他要给他一个机会。在阿尔西亚模糊的意识中，男人清晰的话语就像奇迹降临的一道光。在这之后，他被关进了苍穹骑士的地牢中，日复一日，在无法计量的时间里与魔剑抗争，同样经历了与之相等的失败与挫折。即便在这样的绝望中，他也试图保持胜利的信念。如果能够重获自由的话，他想洗干净疲惫的身体，然后睡在软绵绵的床上，回到以前明媚的样子。然而在这之后，他想笑着迎接给他机会的男人，报答那双信任的蓝色眼睛。他坚信那样奇迹般的日子终会到来，但遗憾的是，他再次被魔剑的诡计欺骗了。疏散人群的骑士巴伦，一同抵御魔剑基奥萨的特蕾莎，他拖延时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有为了传递消息而向外奔逃的迪特里希，他也没有逃脱魔剑的追击。最后就是从任务中归来的尤利安，与他重逢是他昏暗时光里唯一的愿望，但现在却以最不希望的方式实现了。然而，即便是被誉为最强骑士的他，也依旧无法战胜从杀戮中成长的魔剑。那双信任他的眼睛再也不会睁开了。这一刻，阿尔西亚对魔剑的憎恶到达了顶点。2年过去了，他重获自由时是在一个偏远的渔村，皮肤上的腐蚀已经完全消失，他恢复了原本的模样。但这一切已经太迟了，不是吗？魔剑被重重砸在地面，一切都太迟了。不计其数的人倒在他的剑下，他的一切都被毁掉了。滔天的罪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这时，他听见了魔剑的声音，在他惊疑的目光中，手中的魔剑也颤鸣着给予回应。听到我的声音，意味着你获得了成为我第2个主人的资格，恭喜你！开什么玩笑？就你也配说出恭喜这2个字吗？他的家人和平静的生活，连带着那个信任他的人已经一同毁灭了。可魔剑却急忙解释，那些都是附着在他身上的那些人类的恶意。在阿尔西亚即将愤怒失控的瞬间，魔剑却说出了改变一切的方法，那是关于10把神剑的传说，其中海洛斯之剑存在仅有一次倒流时间的能力。
阿尔西亚低声呢喃着，逆转时间应该很不容易吧？但这一次，他没有等待奇迹降临，而决定亲手创造奇迹，哪怕是一个渺小的希望。但他最终还是到达了奇迹所在的地方。传闻中有一个向神挑战的铁匠，神赐予了他与神同等的能力，于是铁匠花费100年时间打造出12柄剑，可神却只是随手打造的2柄剑，却比他所有的加起来还要美丽且强大。而他的傲慢也得到了神的谅解，并将他带回了神界。留存于世的12柄剑，其中之一便是这以时间为材料锻造出的神剑。阿尔基亚用了9年的时间来到这里，他要回到那个平静的开始，将所有被他摧毁的东西恢复原状，重新开始那段平凡的生活。这些年，他如同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如果幸运的话，他也想拥有幸福的人生。闻言，时间之剑给予了这位通过考验的女孩一个伟大的馈赠，强大的魔力贯彻了整个世界。今天似乎有着不错的天气，熟悉的天花板映入眼帘。他回到了罗阿兹的宅邸，温柔的光芒和粉色头发的少女在庭院中肆意感受着活动自如的身体，从侍女身边穿过，再次拥抱着久违的家人。他回来了，回到了还没有接触魔剑的那一天。小姐这样真是太不淑女了。听着侍女的劝诫，阿尔西亚的心情却一如既往的灿烂。不过他今天的反常还是引起了侍女的注意。今天起这么早是哪里不舒服吗？昨天晚上明明才说过睡不着。阿尔西亚这才想起，昨晚的自己应该是让侍女诺拉为自己拿热牛奶，可她却再也没有回来。等西亚赶过去时，温柔的诺拉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被魔剑操控的傀儡。他不记得是怎么躲过的攻击，再次醒来时，只看到魔剑矗立在眼前。为了活命，他只能拿起了这把剑。想到这些，西亚问起诺拉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得知厨房有一个陌生的空包裹后，女孩赶紧前往查看。果然，与魔剑相同的长度，但里面的魔剑却消失不见了。因为魔剑巴尔德现在还在她的手中，但为什么倒流了时间，他还在自己身边？正当女孩疑惑不解时，侍女却提醒她要一起用餐了，和家人一起。桌上摆着丰盛的餐点，场面还是预料之内的温馨，但女孩却显得格格不入。姐姐这是怎么了？伯爵和夫人也一同看向女孩，怎么从一开始就没怎么吃东西？是心情不好吗？可女孩却抓紧了裙边，前世过往的惨烈在脑海中上映。她真的很想大家，这是她无数次午夜梦回都会期待的画面。夫人小心地问道：“是做噩梦的了吗，西亚？”女孩这才从恍惚中回过神来，确实是一个很可怕的梦，这是她必须拼尽全力守护的人生。夜晚，魔法光芒在西亚手中弥漫，虽然积累的魔力还很微弱，但好在魔力核心顺利地形成了，这是剑圣级的骑士才能凝结的。体内魔力循环的中枢，前世的他拥有核心是理所应当的，但现在的身体还没有形成，再加上每天偷偷行动，很快就会疲惫了。而如今核心已经形成，他久违了再次召唤了自己的剑，他紧握剑柄，一拳便砸在了魔剑上，没有理会魔剑的痛苦哀嚎。为什么自己的力量还是这么高？魔剑却说出了时间回溯的真相，它是被4位骑士灵魂强化过的魔剑，而时间回溯对它本身却没有影响。因此作为魔剑的主人，西亚理所应当的继承了魔剑中蕴含的所有记忆。听着魔剑聒噪的邀功，西亚却露出了一抹厌烦，他也许还会有被吞噬的风险。如果不能封印魔剑，那么自己的幸福人生始终都是镜花水月。而摆脱这一切的方法，只有进入骑士大厅，在苍穹骑士团的深处继承新的骑士之魂，并将魔剑永远封印。但进入的方法却只有3个：其一，发现并保管失踪的骑士之魂；其二，现任骑士之魂持有者死亡并主动放弃；最后就是成为苍穹骑士的见习骑士，获得选择骑士之魂的机会。西亚思来想去，只有第3种最为合适，但骑士之魂有概率不受影响保留时间回溯之前的记忆。目前4位骑士之魂的拥有者，副团长巴伦、特蕾莎和迪特里希，以及那位团长尤利安。想到这些，西亚低下了头。他如果还有记忆的话，应该会想杀了我吧，但这些都是应该的。那天的他没有拔剑相向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而这时，西亚却看见了镜子中的自己，粉色头发的他与他们记忆中的形象完全不同。他们见到的不是伯爵千金阿尔西亚，而是身为魔剑容器的魔女。转眼时间就到了军校入学的日子，既然事已至此，那么就在阿兹卡好好的生活吧。西亚的决定可给家人都吓坏了，在众人眼中娇弱的伯爵千金，怎么想到去军校那种地方了？西亚潇洒的转身，在启程阿兹卡之前，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西亚已经向魔法工会缴纳了充足的金币，并向妮可坦白了他曾被魔剑操控的事实，委托对方在自己专心处理这件事时，保护好领地和家人。这件事他只告诉了对方一人，只因虽然妮可是被伯爵资助的孩子，却以姐姐的身份照顾着他们长大。在未来那段被操控的日子里，妮可也是唯一可以让魔剑受伤的人。但这些话西亚不能说出来，所以他将自己隐藏在深处的秘密告诉了对方。妮可虽然很生气这个决定，但还是痛快地答应了。不过你打算怎么加入苍穹骑士团？那里可是聚集了终身练习剑术的天才们。说到这，西亚只是灿烂一笑，他可是天才中的天才。不久后，西亚再次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存在。在选拔森严的军校，他身着华丽的礼服出现在餐厅。这时一个女生却喊住了他，她是爱丽丝·温特贝尔，也是西亚的室友。对方礼貌地上前打起招呼，称想要与西亚聊聊，本以为是什么要紧事，可谁知对方却吐槽起西亚的行李在宿舍已经堆积成山了，数量夸张的首饰与礼服，在爱丽丝眼中可是亵渎骑士的行为。她信仰的骑士道
是充满荣誉且朴素的，尊重弱者，崇尚正义。他一直以特蕾莎为目标前行着，但西亚却不以为意。那些本就是他之前的衣服，特意去买符合骑士身份的衣服，又何尝不是一种奢侈呢？可爱丽丝依旧不依不饶，声称这样的礼服根本不能正常出见。他不由得质疑起，这样的西亚也能成为首席新生吗？虽然觉得爱丽丝这副模样还有些可爱，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议论，他还是向爱丽丝发起了挑战。可这样的行为却让爱丽丝充满愤怒，她不能忍受这样的轻视。她正式向阿尔西亚发起决斗，并称如果输了的话，她不希望西亚再次穿着这些奢侈的礼服。而这时一位男生也走上前，愿意以新生代表的身份作为本次决斗的裁判。他叫伊安，也是3年级的学生代表。这场决斗也正式定在了今晚。西亚看着爱丽丝，我动手是因为打一场再谈比较方便，希望不要惹上更麻烦的事。在爱丽丝走后，伊安就这么自顾自地坐在了对面。他此行的目的是邀请这位闪耀的新生首席加入他们的俱乐部。在军校中，不只有上课和考试，他们还有一个排名系统，每3个月都会安排挑战赛重新确定排名，而排名在阿兹卡的重要程度也不言而喻。学生通过排名战积累成为骑士的经验，而排名战的结果也决定了谁能成为正式骑士的侍从。侍从与随从的工作不同，他们主要负责照顾骑士的装备和马匹，参与训练和战斗的准备工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从骑士那里获取关于剑术的建议。为了获取专业的指导，所有学生们为了排名战都全力以赴，所以俱乐部也就此诞生。他们在一起训练，有时也会请老师来指导。而西亚在考核中的亮眼表现也引起了许多俱乐部的注意。但更重要的是，男人拿出一张卷轴，1年级的阿尔西亚被指定成为侍从。这个消息立马引起了周围的骚乱。西亚也同样不可置信，他敏锐地察觉到，难道那几位骑士同样保留了记忆吗？可如果那样的话，自己应该会被立即逮捕的。一个白色的身影闯入他的脑海，他没有想过会以这样的身份接近骑士团，而选择他作为侍从的正是那位尤利安骑士。实习期是1个月，之后会有正式任命。明天早上9点之前到主楼东侧的第4训练场来。伊安的声音渐行渐远，西亚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想不明白，是因为自己考核时太过火了，还是尤利安真的还记得他？西亚曾辜负了他的信任，虽然西亚很想见到他，但绝对不是现在。傍晚，爱丽丝与里安早已等候多时了，他们约定的决斗也在此时展开。在见证人伊安的主持下，愿胜利者拥有慈悲与宽容。随着裁判高举的手挥下，决斗正式开始。但本该由西亚发起攻击的一幕，他却是缓缓地行了一个跪足礼。爱丽丝骄傲的内心无法接受这样的轻视，随后便开始了猛烈的攻击。但仅仅几个回合，他便感受到了不对。西亚没有主动攻击，但只是随意的躲避。爱丽丝却根本摸不到他的衣角。出于尊重，爱丽丝还是提醒对方专心比赛。西亚这才回过神来，刚才在想别的事情，全然没注意比赛已经开始了。既然如此，西亚双手握剑，下一刻便直冲向对面的爱丽丝。尽管只是最基本的剑术，爱丽丝也根本招架不住。随着进攻继续，在西亚眼中，对方完全是按照书上的招式严格执行着。下一秒，爱丽丝的长剑便被击飞，直至插在场边的地上。感受到颈部传来的寒冷，这场决斗也宣告结束。爱丽丝遵守诺言，称以后不会打扰西亚的生活，但这一切西亚都毫不在意。在他眼中，这根本不是决斗，而是陪小孩子玩闹的闹剧。伊安这时也拍起手，在安排爱丽丝离开后，他向西亚说起自己曾担任过团长的临时侍从3次。尤利安从不冲动行事，每一次合理的把控象征着他是最完美的圣剑持有人。但这次的决定让所有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指定西亚成为他的侍从？但西亚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看着对面的伊安这令人不快的笑容，让西亚也想到了什么。从他被魔剑控制让阿兹卡变为废墟的那一天，他遇到的伊安是阿兹卡的骑士，记忆中的他是露出丑恶本性的恶人。为了给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他将老人孩子都送到了魔剑前行的路上。当然，最后他也难逃一死。他引以为傲的骑士身份，在他对平民做出丑恶行径之事时就已烟消云散了。想到这家伙也能成为骑士，西亚的心情一下就不好了。片刻后，西亚在市区散散心，她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无所忌惮的魔女了，遇到烦心事还是要自己消化一下才行。眼中那些未损坏的建筑和幸福生活的人们，是西亚久违的和平。她真的很想多看看这样的景象。这时耳边却传来了呼唤，西亚下意识地回头，一个戴着斗篷的男人就这样出现在眼前，熟悉的白发和蓝色眼睛让西亚一下就认出了这个男人，尤利安。当臭名昭著的绝世魔女回到故事的起点，为了弥补自己所犯的罪孽，西亚决定亲手将魔剑封印。本想凭实力考上苍穹骑士团，却意外地收到一份通知，他竟然被指定成为尤利安的侍从。不久前，西亚正独自坐在市区的长椅上，他摒弃了身为魔女时的冲动与暴力，让自己以全新的姿态亲手弥补曾犯下的过错。只有他知道，为了这世间仅存的奇迹究竟付出了多少。正思考着，一声呼唤让他下意识地回头，那个无数次出现在脑海的白色身影就这样出现在眼前，脸颊的红晕还是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安。你认识我吗？男人突然的开口让西亚明显的愣住，这才回过神，突然盯着对方是有些草率了。可尤利安却仿佛看透了他的内心。你应该知道我是谁。
我们见过面的。闻言，西亚仿佛能听见自己沉重的心跳，难道他也拥有完整的记忆吗？但紧张并未持续多久，尤利安这才解释到，在去年夏天的生日宴上见过。当时的尤利安并不知道他是谁，但那天的身影还是让他记忆犹新。虽然那天就连对视也没有过，西亚立即换上了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对不起，团长，我刚刚才认出来。可男人却制止了他的称呼，不用叫团长，以后就叫我尤利安吧。身为军校生，他还是第一个能这样称呼团长的人。男人好奇地问到西亚想成为骑士的原因，他握起西亚的手，这并不像是一个喜欢武器的手。本想随便编一个理由，但对上这双湛蓝眼眸的瞬间，让西亚放弃了撒谎的念头。我想变得幸福。虽然这个理由听起来很奇怪，但比起这个，西亚还是更好奇尤利安来到这的原因。难道是来检查完好的喷泉吗？可接下来两人说出口的理由却惊人的一致，只是散步不知不觉就到这里了。尤利安带着温和的笑意，但西亚却对这样的巧合产生了怀疑。在自己被杀的地点，指定了杀死自己的女人成为侍从的这天，他真的不记得吗？西亚迫切地想知道让他成为侍从的原因，可尤利安却突然向西亚发起对练的邀请。他自顾自地脱下了自己的斗篷，轻轻披在了西亚的身上。至于理由，我会在剑斗之后告诉你的。夜晚很凉，今天的散步就到此为止吧。隔天，宿舍里的西亚隐约猜测到了答案，他也许是想确认自己是否真的是那个魔剑的恶魔，不然他根本没有理由让自己留在他身边。如果他确定自己就是魔女，他会怎么做呢？确定的是，他再也不会像昨天那样对我笑了吧。而这时，爱丽丝送来遗落的卷轴，这封指定他成为侍卫的卷轴，让西亚收起了疑惑。他要专心做自己要做的事了。片刻后，伊安为西亚推荐了一位训练导师，同样也是3年级的布雷德。男人见面就夸赞起西亚的美貌，1个月之后就是正式的骑士侍从了吧？不用担心，我会好好教导你的。而对于西亚的训练课程，男人竟让西亚先从揉腿开始。在西亚疑惑的目光中，他直言西亚是靠走后门上位的女人，并对她的裙子开始了指指点点。闻言，西亚叹了一口气，这个小脑发育不健全的男人，是不是还不太了解自己的处境？作为魔剑的执剑人，换做曾经的西亚早早会让他永远的闭上嘴。但为了计划能够顺利进行，他还是决定先给对方一个小小的教训。尖锐的鞋尖毫不留情地踹在对方小腿上。西亚从来不是好脾气小姐，随心所欲的闹腾一下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吧。就像这样，高跟鞋奋力地踩踏在男人背上，钻心的疼痛让男人痛苦哀嚎。但西亚的攻击却并未停止，剑柄一次又一次的砸击，让男人近乎痛到晕厥。他直言要将这件事上报骑士团，但遗憾的是他先前的出言不逊被术后的男人亲眼目睹了。有了证人的西亚更加肆无忌惮，直到男人磕头认错才放他离开。见状，黑发男露出了吃到瓜的快乐表情，但他还是好奇起西亚怎么会听这种笨蛋的话。他们整个俱乐部都是学校出名的蠢货，所以你为什么穿着礼服训练呢？男人表示自己只是单纯的好奇，而西亚也毫不避讳，他喜欢打扮自己。这样自信的他瞬间引起了男人的兴趣。在学院还真是难得碰到这样有趣的人，今后你的侍从预备教育就由我负责吧。西亚本想着这个人虽然有些奇怪，但总好过刚才那个家伙。我叫塞巴蒂安，康琼副团长的侍从，我将照看你直到成为正式骑士，请多关照。侍从后辈。闻言，西亚顿时觉得天都塌了。被自己杀死的副团长，他的侍从竟成为了自己的前辈。在鲜血中绽放的花，也有迎来奇迹的一天。西亚用了漫长的时间，终于如愿找回了明媚的自己。可本想远离的苍穹骑士团，却意外的再次产生了联系。不久前，在教训了出言不逊的学长后，曾被西亚杀死的副团长的侍从，竟意外的成为了他的前辈，担任他在实习期间的教导工作。毕竟西亚是尤利安的侍从，转正后他们一起工作的机会也会增多。男人说着便要带西亚看样东西，看着塞巴蒂安的背影，西亚却很疑惑。身为苍穹副团长的侍从，按理来说自己应该记得才对，但在回归前的记忆里却始终找不到对方的影子。这时天空下起了小雨，男人要回趟宿舍，让西亚稍等片刻。而这时西亚却敏锐地察觉到一丝线索，在被关押在苍穹骑士团的地牢时，每到暴雨来临，狱卒总会聊起的是这个天气的副团长巴伦会准时出现在墓地，那是一次损失巨大的魔物讨伐任务，而他的侍从也在那时牺牲。算时间，也就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想到自己有改变未来的可能，西亚握了握拳，像拯救即将遇难的塞巴蒂安这种事，他的死神剑的主人们应该都很清楚。如果能改变他的解决，或许就能试试哪些人还保留了完整的记忆。而这时男人也赶了回来，他将一本记录着前辈们经验的侍从教科书交给了西亚。现在他要去见上级了，临走前还叮嘱西亚按时参加明天早上的训练，但西亚还是喊住了对方。得知西亚想参加今年的魔物考核，平常新生是没有这种机会的，但西亚却是个例外。他只要在即将举行的新生排位赛进入前3名，就拥有了参战的资格。毕竟苍穹的魔物讨伐还是伴随着很大风险的，前3名对身为首席新生的西亚来说根本没有难度。魔物讨伐时也请多多关照了前辈。西亚自信的模样也让塞巴蒂安充满期待。目送男人离开后，西亚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实力，先随便拿个第一玩玩吧。但魔剑的躁动还是让他感到不安。所有基奥萨神剑都有特殊的能力，而他第一次了解魔剑的力量，
是在他唤醒魔剑自我意识时碰到的情报贩子。听着对方对尤利安同情魔女的谩骂与诅咒，西亚不受控制的让对方永远的闭上了嘴巴。魔剑会在主人放松警惕或失去理智时，杀意的魔力会控制主人，用最高效的手法击杀目标。但这不是西亚想拥有的能力。耳边传来魔剑的低语，他似乎很想让西亚再次感受到杀戮的快感，但等待他的却是西亚恶狠狠地让他闭嘴。从今以后，西亚绝不会再被他左右。与此同时，在宿舍的爱丽丝也收到给西亚的电报。回到宿舍后，爱丽丝将电报交给西亚，其中一封是家人的，而另外一封是妮可的调查报告，不能确定。但看到了银狮的尾巴，银狮是基里耶帝国皇室使用的文章，也就是说，基里耶皇室尤利安所在的家族与魔剑有关，但为什么会将魔剑放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呢？次日一早，西亚今天的侍从训练是从打理马匹开始。尤利安的马十分温顺，希尔菲德喜欢被毛刷用力的刷毛，在照顾马匹的过程中，西亚的鞋子和衣角都沾染上了污秽。这一幕让塞巴蒂安更加摸不清头脑，明明穿着不像是会进入马厩的昂贵礼服，却毫不在意衣服会不会脏。这样的西亚让男人不禁有些好奇，他细心地教导西亚打理毛发的技巧，明明像温室花朵的女孩，却好像根本不是外表这样娇弱。这样的西亚真的很迷人。一阵脚步声传来，尤利安竟然在这时出现。塞巴蒂安，男爵阁下正在找你。本想和西亚打声招呼再离开的他，却迎来了尤利安略带冷漠的催促。一向温和的团长突然间有些失态，让塞巴蒂安也一头雾水。走到门口的他忍不住回头观望，难道说二人之间有什么故事吗？而此时的西亚莫名的有些紧张，尤利安还以为是邀约与他比试导致的，如果让你有负担的话忘了就行。但真正让西亚困扰的是尤利安突如其来的关心。那天的披风我会尽快还给你的。满脑子的猜测与想法让西亚有些慌了，他到底是记得自己，还是在考验自己呢？终于，西亚还是将疑惑说了出来。您说在生日宴上见过我，但那天我们自始至终也没有说过话，您是怎么记得我的？闻言，尤利安沉默片刻，因为你很引人注目。西亚误以为是自己的粉发太过显眼，可男人的身形却逐渐靠近，是对你感兴趣。直到听到男人亲口诉说的在意，西亚的心里再次升起疑惑。曾经带着信任倒在他剑下的骑士，回溯时间后却仿佛带着莫名的羁绊。尤利安没有给西亚追问的机会，比试之后会告诉你原因的。看着尤利安离开的背影，西亚不由得有些慌乱。魔物讨伐的日子就快到了，就趁此机会试探一下他们吧。四位拥有骑士之魂的骑士，如果他还记得，一定不会让塞巴蒂安就这样死去的。这时门再次被打开，今天的裙子也很漂亮。西亚同学，突如其来的声音让西亚叹了口气。2年级的帕蒂玛此时正竭力邀请西亚加入他的俱乐部，但他只想安静地完成自己的计划。谁知帕蒂玛却将他拦了下来，表示自己绝不是因为西亚好看才邀请他加入的，只是目前俱乐部引进的新生中，西亚是最热门的3人之一，其他2人分别是基奥萨、希娜，他是苍穹圣剑持有者特蕾莎的弟，剩下一位则是西亚的舍友爱丽丝。但可惜的是，他现在好像陷入了低谷期。听到这个名字，西亚还是深感意外。在帕蒂玛的描述中，与西亚决斗之后的他就一直在第9训练场练习，在听到是与自己决斗后才让他陷入低谷。西亚决定不管怎么说也要去看看才行。这时的爱丽丝正不断挥砍着，她的剑似乎有些乱了。爱丽丝的剑曾经又快又准，宛如精心雕琢的艺术品般优雅，现在的剑里却充满犹豫。虽然贸然发表意见不太礼貌，尤其是对自尊心极重的爱丽丝来说，但西亚还是选择站在了她的对面，毕竟自己造成的影响还得自己来解决。看着突然出现的西亚，爱丽丝一脸的不可思议。温特贝尔小姐，再和我切磋一次吧。这也许是爱丽丝收到最无理的切磋邀请，打断别人的训练，就像小巷里的无赖一般。但西亚却只是自顾自地抬起了剑。见状，爱丽丝也只好接受挑战。西亚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二人默契地省略了那些烦人的寒暄，就这样展开了激烈的碰撞。而爱丽丝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西亚的攻势让她非常吃力，反观自己无论如何攻击，西亚都显得游刃有余。就在西亚再一次发动攻击之时，她敏锐地察觉到不对，西亚这次使用的技巧竟然就是前几天切磋时自己用的剑术。但不同的是，西亚的境界带给他另一种感觉，优雅且迅捷的攻击，配合完美的身法，将剑术演绎得更加完美。随着眼前寒光一闪，爱丽丝瘫坐在地上，西亚却再次将剑递向了她。他只能用这样委婉的方式帮助这个颓废的小姐。如果这样也没有效果的话，那西亚也没有其他办法了。要是不想继续的话，就到此为止吧。就在西亚想要收剑的瞬间，一只手却抓住了他。没关系的，请再和我比一次。夕阳西下，爱丽丝疲惫地撑着身体。尽管西亚将一切都归咎于同学间的切磋，但爱丽丝还是明白了一切。西亚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他，而他也终于明白了自己要走的骑士之路。放下偏见的他向西亚诚挚地道歉，眼睛里也重新闪烁起自信的光芒，只是里面包含的感激与尊敬让西亚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回去的时候离我远点，你身上有汗味，浴室我要先用。隔天，西亚用魔力化着妆，魔剑的碎碎念让他耳朵都要起茧子了。爱丽丝还挺可爱的，不是吗？在西亚睡觉的同时，魔剑却关注到了细节。早上桌上已经摆好了早餐，虽然没有便签，但很明显就是爱丽丝准备的。这样纯粹的好意让西亚都有些不习惯了。
早上，西亚照常来到马厩打理马匹，可塞巴蒂安却一脸疑惑。昨天团长说巴伦副团长在找自己，可巴伦本人却否认了此事，这让两个人都一头雾水，心想会不会是尤利安大人听错了？但在背后蛐蛐团长万一被发现可就糟了。训练结束后，塞巴蒂安称会去看明天西亚的排位赛，便挥手告别了。而西亚来到喷泉旁，洗了把脸，也准备回到宿舍休息。这时，一个讨厌的声音却在耳旁响起。看清楚来人是伊安后，西亚也懒得给什么好脸色。对方称新生排位赛要通过抽签选择对手，说着便拿出了抽签袋。听说西亚要拿到前3参加魔物讨伐，身为团长的侍从如果进不了前3，那也说不过去了吧？而西亚却抽到了8号，仿佛一切都在伊安的预料之中。运气可不怎么样，阿西亚同学，他选择的对手是基奥萨特蕾莎的弟弟，而这个人西亚也十分熟悉，他也是倒在西亚手上的人之一。金发骑士抱着少年痛哭的样子还依旧历历在目，而他如果赢下这场后，下一位对手则是爱丽丝。尽管伊安依旧保持着笑意，西亚却是不信会有如此巧合的对阵表。而这时他却发现了远处的尤利安，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是来确认被魔剑附身的我吗？如果是这样，那经常见面也能说得通，但如果没有那段记忆的话，真的只是出于对他的兴趣而时常出现吗？伊安全然没注意身后有人出现，自顾自地说着布雷德想向他道歉。想到那个诋毁自己的恶心家伙，如果不是碍于形象，他早就让他永远闭嘴了。何况谁道歉会约在晚上？学员之间发生什么事了吗？看到团长出现，伊安慌张的解释只是一点小争执。什么样的争执？会和阿尔西亚有关？当女孩不再隐藏自己的美貌，前世的孽缘竟再次出现在眼前。世人瞩目的苍穹骑士团长，在女孩面前不自觉地抛弃了理智，为西亚驱逐着一切来自周围的恶意。尤利安脸颊微红，小心翼翼地询问着：“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可这呼之欲出的情感却被西亚下意识地忽略了。见状，尤利安转身让西亚跟上，穿过漫长的走廊。尤利安的行为让西亚充满疑惑，虽然自己恨不得马上钻进被窝睡一觉，但男人的背影还是让西亚觉得像漫画中走出的人物一样完美无瑕。尤利安让西亚稍等片刻，似乎是外面的温度让西亚的脸颊也红了起来。下一刻，一个纸袋递到了西亚面前。尤利安拍了拍女孩的肩膀：“别太勉强自己好吗？这是只有苍穹骑士才能使用的药膏，搭配上加了蜂蜜的生姜茶。”陪他训练了一上午的塞巴蒂安都没发现他生病了，说不感动是假的，但西亚的心情却是带着甜蜜的刺痛。多希望他不记得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就像尤利安说过的，他们在生日宴上初次见面，随后在阿兹卡学院重逢，宛如故事中的完美开始。不久后，新生排位赛也即将开始，米哈伊尔作为西亚出战的对手，此时也注意到了西亚这个在学院中被传违规入学的女生，在他眼里不是值得被重视的对手，他只想拿下第一项姐姐证明自己，他不再是连剑都举不动的孱弱弟弟，而会以苍穹骑士新生的身份。但他的装 X 发言也迎来同伴的吐槽，无论如何他都不觉得今天会输给这样的对手。米哈伊尔心想着，就让西亚的真实实力在今天彻底暴露吧。这时爱丽丝却出现在西亚身边，传言不合的二人什么时候关系好到可以凑在一起聊天了？米哈伊尔情不自禁地多看了西亚2眼，但随即便一击重拳砸在了自己脑瓜上。这一幕可给同伴眼珠子都瞪出来了，脸颊的疼痛才让米哈伊尔摒弃掉了那些不该有的想法。片刻后，愿决斗者的剑闪耀荣誉。随着裁判的声音落下，比赛正式开始。图朗家族擅长防御型剑术，这种剑术不以迅捷为优势，而是以防守反击对对手造成致命威胁。瑟蕾莎更是凭此剑术成为了苍穹骑士的一员。在他眼中，以礼服出现在决斗场上的西亚不值一提。他的傲慢维持到西亚出剑的瞬间，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个唯美的身影，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如此迅速的失败。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西亚持剑而立，精准而优雅。米哈伊尔一时间有些不能接受，他引以为傲的剑术在西亚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他气愤地转身离开。片刻后，同伴才找到这个正在撞墙的身影。尽管同伴安慰这只是失误，但回过神来的米哈伊尔很坦然地承认了失败。他是最直观感受到那股力量的人，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和姐姐一样强大的女生。他大步离开，等待见证属于西亚的下一场比试。这次排名战之后，没有人会觉得输给他是丢脸的事了。西亚此时也离开场地，米哈伊尔的剑术和特蕾莎如出一辙。他不太记得杀死米哈伊尔的情形了，只记得抱着弟弟尸体而破碎的特蕾莎。能看到还活着的二人，让他再次感受到时间回溯的意义。正想着要不要指点一下他们，爱丽丝这时也赶了过来，看到了与他训练时完全不同的西亚，让爱丽丝眼中都闪起了小星星。她很期待在比赛上和西亚的相遇。闻言，西亚撑着脑袋，本想快点结束的他，在对上爱丽丝眼神的瞬间，还是将节奏慢了下来。二人的对决像是优雅的剑刃华尔兹，西亚在引导着训练爱丽丝的剑术，她的实力也彻底暴露在众人眼前。新生第一实至名归，那么到底是谁散布的谣言她是走后门进来的呢？比赛结束后，西亚毫无争议地取得了排名第1的成绩，而伊恩也上赶着前来祝贺。出于礼貌，西亚还是敷衍的2句。不知为何，伊恩似乎对西亚的师从很感兴趣。在得知西亚是自学的剑术后，伊恩的表情看着就令人厌恶。让对方赶紧离开后，爱丽丝也走了过来。与这种人交流还真累，
还不如痛痛快快的打一架呢。不过西亚还是关心起爱丽丝的状态，毕竟西亚的出现让爱丽丝拿到了不属于她的排名，但爱丽丝却表示无所谓，她得到了比排名更重要的东西。充满骑士风范的回答正直与坦诚，西亚由衷的希望爱丽丝能如愿加入苍穹骑士。曾经的他认为剑术不过是高效杀敌的工具，但真正面对剑术的爱丽丝，西亚不自觉的也产生了变化。原来这个世界，有人握剑仅仅是为了守护，也有人握剑是只为了自我修炼。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找我训练爱丽丝，因为和你一起，就算是切磋剑术也会很开心。闻言，爱丽丝的脸颊微红，她握上了西亚的手，能认识你也同样是我的荣幸。这宛如小女生之间的触碰，即使是西亚也很难淡定，但勉强让她握一下也不是不行。快点回去吧，我要回去洗澡了。西亚正式迎来实战首秀，而她曾经那段扭曲的记忆，在那个信任她的骑士眼中，会不会拥有截然不同的视角？不久前，新生排位赛正式落下帷幕，而前3名的新生拥有参加魔物讨伐的资格。西亚看向对面的爱丽丝，不是说要好好练剑吗？怎么突然想参加这次魔物讨伐了？原来本该淘汰的爱丽丝与米哈伊尔通过与第2、3名决斗更改了排名，但爱丽丝的理由却是不想错过与西亚一起的第一次实战。而2人的早餐时间也迎来了客人，塞巴蒂安祝贺起西亚的好成绩，看向初次见面的爱丽丝也打起招呼。他这次前来是有些事要叮嘱参加魔物讨伐的3名新生，无论多么优秀，都要小心实战中的危险。苍穹骑士团主要接受委托才会派遣学员执行任务，但每年春天都会有独立于委托之外的行动，那就是选定魔物猖獗的地区进行讨伐。而这次的目的地是白崖峡谷，这个靠近帝国边境的峡谷去年爆发了惨烈的战争，无数士兵在此牺牲，这些尸体会成为魔物的温床。在西亚经历过的那段岁月中，苍穹骑士团覆灭后，帝国爆发了惨烈的魔物灾害。这次的行动由3位圣剑持有者参战，身为副团长侍从的塞巴蒂安也会参加。所有剧情都按照西亚记忆中的样子有序发展着，而他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自己认识的伙伴，顺便看看哪些圣剑持有者还保留着记忆。5月12日的白崖峡谷入口处，西亚作为侍从骑士，根据安排要将帐篷搭在主战骑士旁边。担心西亚第一次搭帐篷不太熟练，身为前辈的塞巴蒂安主动上前帮忙，毕竟相较于西亚礼服的不便，他仅需30分钟就可以做完这些。而这一幕却迎来周围人的指责，误以为是西亚是大小姐脾气。忽然一个红色身影出现在众人眼前，战场上的爱情之火还真是温暖。这个调笑的声音让塞巴蒂安瞬间就知道了他的身份，圣剑持有者迪特里希。醒目的红色头发让西亚想起了与他遭遇的情形。迪特里希萨鲁同样也是倒在他剑下的骑士。在处理了拦截的特蕾莎后，西亚迅速地追猎了这位想要传递情报的圣剑持有者。那段扭曲的记忆至今仍旧历历在目。西亚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看着迪特里希腰间普通的黑色长剑，这说明对方目前尚未掌握圣剑，也就不会拥有那段过去的记忆。听着对方大大咧咧开着玩笑，惹得塞巴蒂安也一阵无语。搭帐篷只是身为前辈的帮忙而已。而在迪特里希的示意下，他这才注意到周围的流言蜚语，但出于好心的塞巴蒂安并没有做错。西亚也表示他并不在意这些。闻言，迪特里希也跳过了这个话题。他来这里是有话要和西亚说，本以为是要计较西亚的穿衣风格问题，但迪特里希只是摆了摆手。他和同样天才的团长在大学时就是室友，而他也发现了天才们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思想都很奇怪，并且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表现出那种怪诞，就像西亚的穿衣风格一样。这话让西亚听得都愣住了。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些的吗？谁知迪特里希却凑了上来。我想说的是，你今天的裙子真好看，今后我们就好好相处吧。阿尔西亚同学说完便挥挥手转身离开了。闻言，就连魔剑也忍不住吐槽，雷鸣圣剑的口味真独特。雷鸣圣剑拥有双形态，别名征服者之剑，传说使用了包含人类的征服欲这种独特的情感锻造。迪特里希来的突然去的也快，让西亚严重怀疑这家伙是来捣乱的。塞巴蒂安这时也摸着脑袋上来道歉，他没想到帮忙却对西亚造成了困扰，但西亚只是回应了一个淡淡的微笑。照顾侍从后辈无论怎么说都不需要道歉的。在告别了塞巴蒂安后，西亚也决定继续自己未完成的工作。夜晚的白崖峡谷闪着微弱的篝火，帐篷内的西亚摩挲着手中的披风，本想将尤利安的披风归还，但始终没有单独见面的勇气。趁着尤利安还没回来，西亚抓紧时间准备将这件事完成。他不想和尤利安增加见面的机会了，这样会有很大的风险。可漆黑的帐篷中，西亚却敏锐地发现了那个人影。他大意了，尤利安竟然一直就在帐篷里面，而男人也点起了烛光，好奇地看向深夜闯入他帐篷的女人。这一下让西亚紧张到不知怎么开口，半天才表明自己的意图。闻言，尤利安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随后快步走向西亚面前，从他手中接过了披风。但今天的尤利安似乎有些不对劲，西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真的只是来还这个的吗？这个问题让西亚充满疑惑。还有感谢你上次的糖果和姜茶。在听到那些东西对女孩很有帮助后，尤利安终于露出了满意的表情，他的笑似乎毫无防备，就像其中饱含了爱意。可这样的想法却十分荒唐。
西亚甚至觉得这是对尤利安的侮辱，感到失礼，本想离开的他却被男人喊住。你经历过魔物吗？西亚当然经历过，甚至在被魔剑操控的时间里，他曾经猎杀过无数强大的魔物，但这些经历却不能轻易地说出来。尤利安只是想提醒西亚魔物的危险，他从不怀疑他的剑术，他亲眼见证了西亚的入学考试，连排位赛的细节也从其他地方得知了。西亚只是谢谢他的高度评价，便转身离开了。抱歉打扰您休息了。没关系的，本来我也没打算睡觉。听着魔剑还在脑海中嚼着舌根，西亚连他以后提及尤利安名字的权利都剥夺了。他现在心很乱，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尤利安。而这天晚上，西亚做了一个梦，梦中的西亚正挽着一个看不清脸但带着微笑的男人。隔天，象征死亡的乌鸦鸣叫着，无数骑士在此聚集，清理白鸭峡谷行动也正式拉开帷幕。曾在鲜血中绽放的他，本想用这亲手争取来的奇迹回馈那位曾倒在他剑下的身影，可命运的回响却突兀地传来。这个带着爱意接近他的男人，竟始终保留着完整的记忆。不久前，白鸭峡谷的讨伐行动正式开始，整个峡谷弥漫着阴森恐怖的气息。这时，塞巴蒂安转头看向西亚，准备好了吗？阿尔西亚，毕竟这位首屈一指的魔剑持有者，在其他人眼中只是一个刚入学的新生。听闻塞巴蒂安和副团长负责留守营地，按理说塞巴蒂安会在这次行动中迎来终局，但西亚还不清楚究竟会怎样到来。看着女孩忧心忡忡的脸，塞巴蒂安误以为是西亚有些害怕。没关系的，好好待在团长身边，一定能平安回来。峡谷内正爆发着激烈的战斗，骑士与魔物的身影交错厮杀，不过他们毫不畏惧，只因这个白色身影所在便是信仰的方向。尤利安宛如死神的镰刀，迅捷地收割着一片又一片的魔物。西亚目之所及，清晰地看到了他手中的圣剑。传说以人类正义为材料打造剑身，以使命篆刻花纹的天选之剑朗格努斯，增幅持有者魔力的同时，附着在剑身上的禁制能对魔物造成巨大伤害。但朗格努斯对身为杀戮者的西亚并不认可，成为持有者后能通过篆刻于剑身上的花纹进行收纳和召唤，但魔剑巴尔德却不行。西亚只能一直背负着前行。洁白又美丽的圣剑不属于西亚，就像尤利安一样。听说尤利安没有后援部队，也许以他的实力根本不需要吧。这时，一只魔物竟已前行至西亚身边，西亚的眼眸微动，接着便抬脚踩下，随后干脆利落的出剑。这一幕让其他人都看傻了眼，只是以脚微脏吗？这个如团长一样天才的少女，此时只是心疼起自己心爱的皮靴。突然间，电闪雷鸣，附带乌云涌了过来，再不回营地就危险了。西亚的余光看向尤利安，男人持剑而立，抬头看天，似乎是想到了什么，随后抬手示意大家停下。天气不好，下午的行动推迟到明天。而就在他转身的瞬间，二人的目光只是片刻的交汇，西亚就感觉到了那股熟悉的气息。在魔剑的提醒下，他终于确认了这件事。尤利安记得塞巴蒂安死的这件事，以及被抹掉的过去全部都记得。营地内，西亚在帐篷中躲避暴雨，监视塞巴蒂安的计划取消。既然尤利安还记得，那他一定会妥善处理的。数不清的疑惑一时间疯狂地涌入西亚的脑海，当时为什么不杀了他？现在又为什么不恨他呢？西亚永远忘不了尤利安倒下的身影，所以这段时间的示好又是为了什么？如果有记忆的话，不应该是这样的态度。难道是为了更好地观察自己吗？他不知道是谁回溯了时间，所以小心翼翼地调查着自己这个曾经的恶魔。西亚心想的，忽然像是感知到了什么，尤利安好像正在去往某个地方。西亚扯过斗篷，得跟上去看看才行。下一刻，白色魔法在手中涌现，西亚用魔力消除气息，避免被尤利安发现。但新营地再出现异常，西亚决定不跟得太远。尤利安这时离开营地，一定有很重要的事，一定要确定他的目的才行。片刻后，西亚跟随着尤利安再次回到白鸭峡谷，他暗中观察着，这家伙该不会是闲得无聊又要猎杀魔物去吧？但西亚却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尤利安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他的手指拂过石壁，脸上看不出异样，手中的朗格努斯圣剑却在此刻巨现，流转的符文预示着持有者翻涌的魔力。在西亚疑惑的目光中，尤利安高举神剑，随后奋力地劈向石壁。西亚看向石壁内，赫然出现了透着诡异的红色瞳孔。巢穴暴露的瞬间，所有魔物便铺天盖地地涌了出来。斯佩加德看到他们的瞬间，西亚就明白了导致塞巴蒂安死亡的经过。他们是最危险的魔物之一，擅长附着在人类身上操控宿主，除了圣剑骑士，其他人很难抵挡。如果他们闯入营地，那么下场将是灾难性的。塞巴蒂安前世一定卷入了这样的战斗，所以只有尤利安来到这里。西亚想过会是其他人，但为什么偏偏是他呢？此时的尤利安已经完全被黑暗笼罩，但西亚完全不担心，因为朗格努斯是对抗邪恶的最强之剑。尤利安随意地将剑举过头顶，下一刻，所向披靡的剑气摧枯拉朽般的将魔物瞬间击溃。朗格努斯之剑的强大，尤利安也同样如此。眼见目的达成，西亚也准备返回营地。斯佩加德消失，其他人应该都会平安无事了。可西亚却再次发现了变故，营地上方竟出现了不断溢散魔力的漩涡。西亚将伞一把扔掉，狂奔在前往营地的路上。如果尤利安知道的话，一定不会选择在这扎营，这意味着这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裂隙。营地此时也出现骚乱，所有人都冲向外围避难。西亚在人群中不断搜寻着熟悉的人，直到看到塞巴蒂安的身影。而这时，3年级的伊恩却喊住了他，称自己搜寻了所有新生的岗位，唯独没有发现西亚的身影。闻言的塞巴蒂安一惊，
随后带着伊恩搜寻着西亚的下落，被拦住的西亚大声呼唤，可距离太远，对方根本听不到。当他们打开西亚的营帐时，果然里面空无一人，可裂隙已然出现在身后。慌忙赶来的西亚让前辈赶紧离开，看到西亚没事的塞巴蒂安也松了口气。可突然，身后的伊恩却似乎透着诡异，下一刻裂隙竟然出现在他的脚下，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被吸引着，直到将他完全淹没。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而伊恩则隐晦地收起了匕首。西亚不可置信，怎么会这样？一旁的伊恩也开始了他的表演，殊不知西亚已经盯上他了。我不是知道错了，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直到看到伊恩的丑恶嘴脸，西亚终于展现出属于他的锋芒。不久前，匆忙赶回营地的西亚却发现塞巴蒂安被卷入了裂隙之中，而伊恩的小动作也被西亚尽收眼底。眼见对方竟再次开始演戏，别演了，收你来了。可就在西亚准备行动时，却听见副团长巴伦的声音，他急促地招呼二人撤离。可听见塞巴蒂安被卷入裂隙的消息，巴伦一脸错愕。塞巴蒂安作为侍从是他最信任的伙伴，看着这个因失去伙伴而悲伤的家伙，西亚也不禁想起他的遭遇。作为副团长，不惜以死亡为代价，只为拖延他的行动，让更多人逃生。而这样的人，就连他的侍从也被伊恩推进了裂隙。该死的人活着，这让西亚感到无比恶心。看着伊恩慌忙的想要避难，西亚顺势一滑，他的身躯向着裂隙跌去，而他的手此时已抓住了伊恩的手臂。伊恩惊慌的大吼着，依旧改变不了被拖入裂隙的结局。健壮的巴伦伸出了手，可什么也改变不了。此时裂隙造成的漩涡已经达到顶点，随后便产生了强烈的魔法风暴。等巴伦再次睁眼时，裂隙已经彻底消失不见，只在地面留下深深的沟壑。此时的尤利安也赶了过来，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到底发生了什么？另一边，伊恩被摔得七荤八素，西亚则是好奇地打量这里的一切。这里遍布魔物和混沌的骑士，没想到他会再次回到结界里。这是个未知的空间，由神打造而出的空间之剑拉尔留下的。与观察时间的凯罗斯圣剑不同，拉尔圣剑喜欢穿梭于各个空间，而被他割裂的空间则会成为结界。存在于战场上的结界让魔剑的心情都好了很多。西亚看向后方，醒来的伊恩正惊慌地四处观察，相似的场景让他误以为自己还在营地内，但这是结界的特性，结界内部的空间完全取决于它形成的环境。西亚懒得跟他多废话，你是故意把塞巴蒂安推进结界的吧？伊恩本想辩解，却对上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西亚。我现在很烦，你最好闭上嘴。西亚本不想杀人，这是他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平静生活，可眼前的伊恩竟然想搞砸这一切。以往的小动作西亚本不想计较，但伊恩竟然将手伸向了自己身边的人。可伊恩再次换了一副嘴脸，他解释称这都是一个误会。可在西亚身后的手却亮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但他打错了算盘。西亚从来都不像他的外表一样天真，只是握住伊恩的手，都让他感觉骨头要断掉了。健壮的伊恩开始破口大骂，叫嚣着让西亚放开他的手。西亚放开了，下一秒那只手就掐住他的脖子，将他抬向半空。聒噪的声音会引来魔物，你最好闭上嘴。西亚脱下手套，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气急败坏的男人，说这么做的理由吧，说得好的话也许会放了你哦。原来一切都来自于他的嫉妒，他一直在讨好那些可恶的骑士，可巴伦竟选了一个沙漠流浪汉作为他的侍从，而这个只会穿礼服的坏女人，也在入学的第一天就成为了团长侍从。只是因为不公平，就将塞巴蒂安推入结界吗？可这些对伊恩来说就足够了，但对西亚来说，这就是他必死的理由。西亚罕见的有些生气，随后又安慰起自己，冷静冷静，生气会长皱纹的。而这时，伊恩发现了西亚遗落的长剑，趁着西亚没注意，他奋力地向着西亚劈下，丑恶的嘴脸在西亚的眼中一览无余，直至魔剑贯穿身体，他的丑恶也到此为止了。在他最后的目光中，只看到飘逸的粉发和手持魔剑的身影。西亚已经给过他机会了，但这次是他自己撞上来的。西亚曾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杀意，他害怕再次成为曾经那个失控的自己，但现在他想明白了，为了保护自己和同伴，在适当的时候解开束缚的枷锁才是正确的选择。毕竟他不会再有第二次重来的机会了。解决了恶心的家伙后，当务之急是找到塞巴蒂安。看着周围数量惊人的魔物，西亚狗狗碎碎的前行着，在探查了气息后，他很轻松的便找到了塞巴蒂安的位置。西亚悄咪咪的前行，拉开帐篷的瞬间，将塞巴蒂安也吓了一跳。西亚的失踪让曾经理智到近乎冷漠的尤利安在此刻彻底的破碎了。不久前，西亚顺利的在结界中找到了塞巴蒂安。粉毛少女的出现让男人一脸震惊，你怎么会在这里？可西亚解释称是不小心被吞进来了。想到二人现在的处境，塞巴蒂安透过帐篷观察着数不清的混沌士兵相互厮杀，而他们的尸体则成为魔物的美食。看着硕大的战场，塞巴蒂安心想在混沌士兵被消灭之前，应该不会有太大危险。他决定先去寻找食物，撑到结界消失的那天，苍穹骑士不在，避战才是目前的最优选择。西亚想到之前的经历，以往的他都是将所有魔物肃清，随后再等待结界消失，但现在和以往不同，他
他不能在前辈面前展现自己的实力。看着西亚忧心忡忡的脸，塞巴蒂安却拍了拍西亚的脑袋，别担心，我们会活着离开的。像你这样的小辈，我还是能保护好的。可感受到手掌处传来的僵硬，西亚还是发现了塞巴蒂安的紧张。看着男人强撑的微笑，西亚的情绪也变得平静。是啊，这个世界总会有人挺身而出，只为了保护弱小。他由衷的感谢塞巴蒂安，让他再次看到了人性的闪光。不过西亚却想到了之前的经历，他曾调查过离开结界的方法。当时资料里提到过的猜想，结界应该是有起点的。在圣剑割裂空间的同时，资料中称结界的起点是和世界相连的地方，而在结界恢复原状之前，那会是与现实世界最接近的地方。当务之急是先找到起点。闻言的塞巴蒂安也陷入沉思。裂隙最初是在营地上方形成的，二人决定先去确认一下情况。塞巴蒂安兴奋的一巴掌拍在西亚的后背上，这次能出去全靠你了。西亚一脸无语，真是个冒昧的家伙。但西亚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冷静，让塞巴蒂安感受到自己的硬撑有些可笑。他不由得想问问西亚，你真的不害怕吗？可西亚只是露出了一个灿烂的微笑。当然了，毕竟你说过会保护我的，所以请相信我们一定能平安离开的。外面的混沌士兵已经所剩不多了，想要安全通过已经不现实了。而西亚却自顾自地摆弄着什么。与此同时，尤利安正焦急地询问西亚的下落。在得知西亚被结界吞噬，目前也没有找到分离结界的方法时，尤利安的反应让认识他9年的巴伦也感到错愕。以往沉着甚至带着些许冷漠的男人，他脸上竟然露出了不可思议的崩溃。阿尔西亚这个学生对团长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另一边的西亚正割下一块块布料，魔物对火光很感兴趣，而西亚决定将这些布料点燃，作为诱饵投掷出去。外面的魔物已然聚集，西亚的诱饵从他们头顶飞过，果不其然，飞行的火光很快便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而西亚也趁机机会，迅速地前往营地中央查探。顺着西亚手指的方向，天空中竟然真的存在异样，一道极长的裂缝突兀的存在，但位置实在太高了，不能使用魔力，即使是西亚也很难到达那个高度。而这时塞巴蒂安已经举起了旗帜，示意西亚赶紧上去看看，说完还不忘展示一下自己的肌肉。在塞巴蒂安的帮助下，西亚距离裂隙越来越近，可就在剑锋刺裂隙的瞬间，西亚感知到莫名的气息，身后的魔物竟然一同看向了他，并迅速向他们靠近着。糟了，塞巴蒂安急促地让西亚下来，捏住西亚后便开始迅速撤离，身后的魔物粗略就有好几百只。塞巴蒂安的速度不够，但身为前辈的责任不允许他放下西亚独自逃跑。身后的魔物越来越近，见状，西亚一击手刀砸在了塞巴蒂安的脖颈处，但他还是小瞧了肌肉男的体重。好不容易将塞巴蒂安放在安全处后，西亚重新看向身后的魔物，他第一次撕掉繁琐的礼服，将头发高高扎起。剑之所向，我真没空陪你们闹了。马了掉马了。众人眼中的甜美心声在此时终于展现出自己的真面目。不久前，数百只魔兽盯上了逃命的西亚二人，望着渐渐缩短的距离，被魔兽吞没，仿佛只在顷刻之间。无奈，西亚一击手刀将塞巴蒂安击晕，将男人放在安全地带后，西亚终于再次展现身为魔剑持剑人的真面目。魔剑自掌心缓缓浮现，一望无际的魔兽潮让魔剑也蠢蠢欲动，他的杀意在此刻肆无忌惮地释放着。黑紫色的魔力顺着西亚的左手向上，连带着瞳孔和头发都变成了黑色。数百只魔兽向着西亚狂奔着，而少女此时已经完成了蜕变。世人恐惧的魔兽们，此刻却显得不堪一击。杀戮之剑易散的魔力，让这些低智商的魔兽们也诞生了名为恐惧的情绪。随着西亚不断挥剑，成群的魔兽一片片倒下。结界中正上演着一场针对魔物的屠戮。魔剑被称为杀戮之剑，它的能力其一便是让持有者能够针对敌人弱点而高效击杀，其二便是通过操纵身体，让附着在魔剑之上的杀意转化成魔力。通常持有者会选择将魔剑安置于左手，这也是前世西亚被称为魔女的原因。西亚的身躯在魔兽群中闪烁，手持利刃的华尔兹所过之处只有魔兽的尸体，他的实力相较于几年前也有了质的飞跃。此时的塞巴蒂安却渐渐苏醒，脑袋的眩晕让他忘记是怎么倒下的了。他四处张望着，试图找到西亚的身影，可抬头时却发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少女。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现在的西亚强大到令人生畏。塞巴蒂安敏锐地发现，西亚的右手剑是自己的佩剑，而左手则是凶名赫赫的魔剑巴尔德。直到西亚收拾完最后一只魔兽，这场结界游戏也到此为止。可当西亚将魔剑彻底收纳时，却感受到来自身后的气息。醒来的塞巴蒂安正不知所措地看向他，西亚彻底慌了。本该昏迷半天的男人竟然提前醒了，自己辛苦维持的人设该不会彻底掉马了吧？如果他认出了魔剑，那被尤利安知道也只是时间问题。西亚慌了，他不想再次站在尤利安的对立面。下一刻，长剑便已然对准了塞巴蒂安的脖颈。你刚才看到了什么？这男人的面。初入校园的甜美新生在此时终于展现出自己的真面目。传闻中掌管杀戮的魔剑持剑人，以往令人恐惧的魔物，在西亚面前竟只是随手便可抹杀的蝼蚁。直到他收拾完最后一只魔兽，收起的魔剑宣告着结界游戏到此结束。可西亚却敏锐地察觉到身后的目光，西亚彻底慌了，他不想再次站在尤利安的对立面，心想着手中的佩剑便已然抵住了塞巴蒂安的脖颈。你刚才看到了什么？尽管男人仍旧不敢相信，他还是坦然地说出了自己所见的一切。闻言，西亚绷不住了，
没想到辛苦维持的人设掉马只在一瞬间。看着西亚似乎有些崩溃，塞巴蒂安支支吾吾地说着抱歉。所以你之前也是剑术大师吗？听着男人问东问西，西亚的头更大了。为了救他自己，甚至闯入了结界，还亲手解决了凡人的伊安。可如果让塞巴蒂安也永远闭上嘴的话，想必对自己未来的计划也会产生影响。想到这些，西亚缓缓起身。如果前辈不能保守秘密的话，那就只能得罪了。这近乎命令式的要求，却让塞巴蒂安也陷入沉默。半晌，他才好奇着为什么西亚手持魔剑也依旧能保持理智，还有他想加入苍穹骑士的原因。以西亚的能力，完全没有必要担任一个骑士侍从的角色。可西亚只是选择性回答了男人的问题，这是他抛弃魔剑必须选择的道路。而至于为什么不展现实力，不到20的西亚成为剑术大师会让很多人起疑，在23岁时展现实力才是最好的选择。闻言，塞巴蒂安称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西亚为什么会进入结界。西亚的表现完全不像是意外坠入，男人骚包地说着，是被我的人格魅力吸引才来保护我的吗？闻言的西亚立即开口否认，毕竟哪怕是大师也有失误的时候。可男人只是笑了笑，所以刚才想杀我也是假的，对吧？西亚的心脏猛然一跳，他一脚便将塞巴蒂安踹翻，高峰顺着男人的脖颈径直插入了地面。保守秘密是塞巴蒂安活下去的唯一前提，可即使在这样的生死时刻，塞巴蒂安却面色平淡，他的手突兀地搭在了西亚的脑袋上。别担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毕竟无论怎么说，他的命也是西亚救的。闻言，西亚握着长剑的手松了松，他再一次对上了男人的眼神，这一次就先相信他吧，只是脖子上的伤口很抱歉。闻言的塞巴蒂安笑了笑，其他的话以后再说吧，现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片刻后，二人向着结界起点跑去。塞巴蒂安心里一阵恍惚，被侍从后背威胁的他，心里竟然没有半点紧张，反而西亚的身影在他的脑海里愈发清晰，看样子好像是被彻底迷住了。也许这样共享秘密的关系还不错。而西亚此时完全不知道他心里的小九九。魔剑的信息突兀地传入脑海，他好像知道了结界出现的真相，竟然和卡洛斯神剑的过往有关。西亚破开结界的第一时间，一个身影却将他紧紧抱住。从黄昏到破晓，这个男人似乎经历极大的煎熬。不久前，西亚敏锐地察觉到结界的构成似乎和时间之间有着很深的联系，扭曲的时间或许才是结界诞生的原因。而在这个世界中，目前已知只有西亚一人逆转了时间。在西亚安静生活的时间里，结界从未如此突兀的产生，直到这次他救下了塞巴蒂安。但现在还不是验证猜想的时候，当务之急还是赶紧出去才行。看着空中的裂隙，塞巴蒂安对这些还是一头雾水。西亚则再次尝试找到起点。结界中的魔物都是结界产生的半生品，而它们出现时大多都集中在一起，因此西亚猜测那大概就是起点所在的地方。可本想去找线索，地上的倒影却让西亚吓了一跳。前辈，军营里有镜子吗？这突然的高音让塞巴蒂安缓缓打出一个问号。原来西亚这才发现身上沾满了魔物的血液，就这样出去的话，自己辛苦维持的唯美人设可就真的要彻底的碎掉了。健壮的男人笑了半天，才称帐篷的箱子里有西亚要的东西。西亚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仿佛又回到了还是魔女的时候。好在军营中还有充足的水壶，本想借一套塞巴蒂安的衣服先换上，但西亚的身材显然不太合适。想到这些，塞巴蒂安的脸都有些红了，好像特蕾莎的营帐就在附近，她的衣服应该很合适。片刻的时间，西亚就已经收拾完毕，果然漂亮脸蛋才是最完美的单品。这还是回归以来第一次褪去自己最爱的礼服，好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在破除结界之前，二人还是决定先对一下口供，他们一起解决掉魔物才不会惹人怀疑。而这时塞巴蒂安也想起了失踪的李安，这么久还没出现，该不会被水淹死了吧？塞巴蒂安暗搓搓地想着，等他出现一定要好好揍他一顿才行。说着便准备拿起旗杆让西亚攀爬上去，但女孩只是自顾自地摘下了手套。下一刻，魔剑巴尔德再次出现在西亚手中，随着双腿用力，西亚的身躯便径直冲向了裂隙，魔剑划出一个巨大的弧度，随后向着起点猛然劈下。只是瞬间，裂隙便布满蛛网状的裂痕，在二人的注视下，裂痕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扩大，随后露出了裂隙之后的现实世界。这还是西亚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击碎结界。随着结界崩塌，半生品迅速湮灭，原本的结界空间与现实世界开始融合。看着湛蓝的天空，二人终于重新找回真实的感觉。好在一切都还算顺利，可西亚猛然回头，一个白色的身影却一把抱住了他。真实的触感让西亚都有些不可思议。尤利安的手指微微颤抖，就像心爱的东西失而复得。他的脸上充斥着说不清的情绪，这样的眼神本不该出现在这里，就好像一种名为爱情的东西在绽放。还是说是来确认西亚魔女的身份的？西亚只觉得好像在做梦一般。尤利安的脸红，宛如无声的情话，可这份不合时宜的心意却让西亚产生了恍惚的感觉。西亚最终还是推开了这只僭越的手，他不知道这样的尤利安到底有着几分真实，还是说只是为了寻找自己身为魔女的证据。而尤利安也终于冷静了下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只是出于太过担心了，于是转头关心起西亚在结界内的遭遇。可这一幕却让塞巴蒂安陷入沉默。天气很好，就连蝉鸣也很吵闹。片刻后，尤利安才注意到这个身影，很庆幸二人都平安无事，但塞巴蒂安却称一切都是西亚的功劳，这显然不是二人提前对的口供。西亚本想打断，塞巴蒂安却依旧自顾自地说着，似乎想用西亚保护他的行为
向尤利安无声的宣战。闻言的西亚一只手狠狠捏在了对方的后腰上，前辈真是太过奖了。可见状的尤利安却变了脸色，看着那只在对方后腰的手，似乎也多了些别的理解。祝贺你们平安回归。说完，尤利安便转身离开了。西亚则开始数落起塞巴蒂安怎么不按之前的剧本说，可男人却辩解自己只是想让西亚的成长显得更加合理。这时，爱丽丝和巴伦副团长也赶了过来，二人平安回归，让他们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下。几天后，白鸭峡谷的讨伐终于结束。好在除了一名离奇死亡的学生，其他人都只是伤势轻重的问题。而回归学院的西亚却发起了高烧，明天就是新生任命日了，而他的身体却在这时候闹罢工。爱丽丝见状也劝着西亚赶紧喊医生看看，可西亚却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可不能让别人发现他身体的异样。说着还劝爱丽丝抓紧训练，距离总排名战没有多少时间了。爱丽丝在身边让西亚都担心的睡不着觉，这种奇怪的理由让爱丽丝也没法拒绝。送走了爱丽丝后，西亚也重新盖好了被子，马上要在任命仪式上碰到尤利安，真是让人头疼的事。而体内的魔剑也催促着西亚好好锻炼身体。虽然原本贵族小姐的身体现在已经强大了不少，为了转移魔剑的注意，西亚也拿出了妮可送来的信件，对方已经混入了护卫队伍，在这期间会尽快调查皇室的消息。而信件内容太过简短，让西亚也不清楚对方到达的具体时间。这时的敲门声却吸引了西亚的注意，显然是爱丽丝没能拦住对方。帕蒂玛对西亚发烧很是担心，说着还拿出了自己祖传的药方，用蜂蜜泡过的药草据说能加快身体恢复。爱丽丝这时也为西亚送上了餐点，本想去训练的她实在担心西亚不好好吃饭，她还等着西亚恢复和她一起训练呢。这样的关怀让西亚的脸颊也有些红了。女孩子的友情也像阳光一样明媚，帕蒂玛对和好的二人也很欣慰，于是打算让他们一起加入他的俱乐部。没想到过去这么长时间，帕蒂玛对邀请他们还是不死心。西亚和爱丽丝不喜欢被束缚的行动，现在学院的俱乐部早已丧失了初衷，里面都是只想着政治因素的家伙们聚集。而闻言的帕蒂玛却是一脸兴奋，他已经自己创建了一个俱乐部。鸭峡谷的战争终于落下帷幕，可剧情的改变也由此开始。西亚竟意外得知了尤利安的婚约。不久前回到宿舍的西亚却发起了高烧，好在身旁有着爱丽丝照顾，而帕蒂玛此时却找了上来。为了让西亚和爱丽丝能够一同加入俱乐部，他这也算是三顾茅庐了。在听说并没有太过约束后，西亚也觉得加入俱乐部能成为自己提升实力最好的理由。学院中关于西亚的传言越来越多，但帕蒂玛能做到不被他人影响，这也让西亚十分满意。在和爱丽丝对视一眼之后，最终还是答应了帕蒂玛的邀约。闻言的帕蒂玛瞬间就掏出了准备好的申请书，毕竟流程还是要走的。而帕蒂玛却说起了学院中的消息，5月30号会开始学生代表评选，有奇怪的传闻表示学生代表的房间似乎有个什么脏东西。但更劲爆的消息是，尤利安团长即将结婚了。西亚瞬间怔住了，明天就是尤利安订婚的日子，而未婚妻则是迪亚桑特家族的公主。闻言的西亚身体不受控制的起身，这突然的反常让二人误以为打扰到西亚的休息了。而在他们离开后，西亚重新坐回了座位上。在那段消失的时间中，尤利安从未有过婚约，甚至连一个像样的绯闻也不曾出现。直至他死亡的瞬间，为什么剧情会在这里发生改变呢？西亚决定重新梳理时间回溯之后发生的一切。在他回到这个时间后，原本运送魔剑的包裹变成了空的，而本该被暴走失控的西亚杀害的那些人，由于西亚的改变导致并未出现伤亡。前段时间本该死去的塞巴蒂安却在西亚的帮助下存活，导致除了伊安之外其他人都还健在。而这个突然出现的未婚妻迪亚桑特是培养出皇太子妃的公爵，根据资料她应该只有一个女儿。妮可曾传来的消息，她所护卫的贵宾应该就是这位迪亚桑特的公主了。目前这些都是已经发现的事，而直至尤利安死亡之前，圣女凶杀案也即将发生，还有在他之间由所有圣剑持有者组成的讨伐团的死亡。西亚看着手中整理的时间线，其中导致尤利安订婚的改变却迟迟找不到线索。还是说这样的改变根本不是因为蝴蝶效应，而是带着记忆的他做出了新的选择？记录线索的只在手中变得褶皱，他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西亚甚至觉得是自己烧坏了脑子。他和尤利安之间本就只有血的记忆，根本就没有立场干涉他的任何决定。只是尤利安当时的眼神和小心翼翼的观察，让西亚真的产生了恍惚的错觉，而耳边的声音却给出了他的答案。那个声音清晰地告诉他，尤利安记得一切，包括那个刺入身体的冰冷剑刃。这样的声音让西亚无比烦躁，他仿佛站在了迷宫之中，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隔天，教堂格外辉煌，在尤利安的注视下，西亚以崭新的姿态站在了他的面前。褪去了复杂情绪的他，脸上也浮现了一如既往的平静。追寻梦寐以求的幸福，西亚轻轻放下自己喜欢的东西，而这样的答案却让尤利安迫切地想要给予回应。不久前，西亚以崭新的姿态再次出现在尤利安面前，今天是属于他的任命仪式。二人并没有过多交谈，神官的祷告回荡在神殿中，以忠诚之名许下骑士的誓言。可在这样的场合下，本该由他宣读的誓词
西亚却有些走神了。好在尤利安及时替他解围，而神官也并未过多计较。至此，二人正式缔结契约，在死亡来临之前，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死伙伴。他们交换了带有签名的契约。在神官走后，西亚率先打破沉默：“听说你订婚了？”突然的问询让尤利安短暂的愣了愣，但却没有给出回应。西亚意味深长地看着对方，随后转过头轻声地恭喜着，而尤利安的眼神却是有些黯淡。他还记得西亚曾说过的，因为想要幸福，所以选择成为了骑士。这一次他再次问出了相似的问题：幸福意味着平静的生活吗？尤利安的神色似乎带着痛苦，而西亚也给出了他的答案：他不会做牺牲平静生活的选择。所谓他的幸福，就是和珍贵的人平静的生活，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做出违背这些的决定，即使是放弃想要的东西。闻言，尤利安转过身，似乎是不愿让西亚看到他的神情。今天就到这吧，接下来3天是西亚的假期，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不久后，回到住所的尤利安却发现蒂亚桑特公主已经等候多时了。好久不见殿下。对于自己的婚约，尤利安只觉得一阵陌生。脱离皇室成为骑士的他，却还是没能逃过家族的安排。对于这个名义上的未婚妻，他们这还是第2次见面，第1次则是在皇太子的婚礼上，而他们的订婚仪式也即将开始。女人拿起茶杯小口品尝着，似乎是看出了尤利安的烦闷。这样的联姻让女人同样不满，但她却清楚地知道，联姻是身为贵族小姐的义务。好在尤利安是个不错的人选，所以你想要悔婚吗，殿下？这样有损皇室形象的行为，还是考虑清楚比较好。闻言的尤利安沉默半晌，表示自己还需要时间。他的坦诚让女人颇感意外，本想继续开口，尤利安却已经开始送客了。身为骑士团团长的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尤利安的脑海中不断闪烁着西亚的回答，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所以竭力的想要寻找答案。西亚的回答不断的回荡在尤利安的脑海，骄傲驱使着他竭力寻找破局的答案。与此同时，西亚的房间也迎来了客人。尽管对方开门时有些粗暴，可健壮的西亚却是一把抱住了对方。是久违的妮可姐姐。爱丽丝还是第1次见西亚这样亲密的行为。在西亚的介绍过后，二人也礼貌的互相打起招呼。而爱丽丝的训练即将开始，礼貌告辞后，西亚也为妮可送上了茶点。看到西亚在学院终于有了要好的朋友，这让妮可很是欣慰。毕竟西亚现在的身份极为特殊，身怀魔剑的他随时有着暴露的风险。但好在西亚与当初完全不同，魔剑在他手中已经成为了听话的乖宝宝。而西亚也好奇起妮可来这的原因，如他所料，妮可却是加入了护卫蒂亚桑特公主的护卫队中。正当西亚准备追问之时，妮可却猛地起身，蓝色的魔法瞬间自手中扩散。在谈话之前，他需要做好准备。随着复杂的法阵自二人脚下诞生，用以隔绝声音的魔法便已然生效。接下来二人的谈话不能有丝毫泄露的风险。二人重新坐回座位。原来妮可并不是自愿加入的护卫队，而是受到魔塔的指派。有人为了阻止尤利安和蒂亚桑特公主的婚约，甚至不惜开展针对公主的刺杀行动。在西亚震惊的目光中，妮可也提及了皇室的消息。身为苍穹骑士团长的尤利安为帝国3皇子，而除他之外，帝国2皇子以及皇太子的成就却显得黯然失色。这不是二人的偏见，而是所有人对其他皇子的印象都很模糊。在世人眼中，3皇子尤利安是帝国最闪耀的人物，有着华丽外表的圣剑主人，为他赢得了所有人的瞩目。如果他是皇太子，那么自然没有问题。但遗憾的是，他是3皇子，是不被允许发光的位置。尽管加入苍穹骑士可以改变国籍，可帝国的人民却不这么认为。他依然代表着帝国皇室的形象，而皇室内部的情况却远没有西亚想的如此简单。现任皇帝有过2位妻子，其中在皇太子时期迎娶第1位妻子后，因身体虚弱，在陛下登上皇位后就去世了。他们的孩子就是现任的皇太子，而第2任皇后则是皇帝最心爱的人。2皇子卡尔姆和3皇子尤利安也相继诞生，但遗憾的是，皇后却在诞下尤利安后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万分悲痛的皇帝也从此再未娶妻。自此，皇帝对尤利安也诞生了微妙的情绪，因为他的出现剥夺了皇帝心爱之人的生命。虽然没有皇室内部的详细情报，但妮可却有了大胆的猜测，皇帝不喜欢尤利安，甚至带着些许憎恨。尽管他是最出色的皇子，也依然改变不了一切。西亚那段被摧毁的人生，竟只是权力游戏的牺牲品。不久前，西亚终于得知尤利安的隐秘过往。如今的皇室继承斗争极为复杂，皇太子毋庸置疑拥有顺位继承的名分，可皇帝最为宠爱的却是心爱之人所生的2皇子。单从势力看，虽然皇太子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皇帝公然推举2皇子，关于继位人选的定夺似乎只能依靠民心。在这一方面，真正被帝国人民称颂的皇子却是尤利安团长，这是西亚以往从未了解过的局面。尤利安的出色似乎已经成为了他身份的诅咒。西亚本以为对方是不想卷入纷争才加入苍穹骑士，可妮可却否定了这个猜想。尤利安从小便十分出色，这也让皇帝对其愈发不满。因皇子的身份不能无故驱逐，皇帝便以其剑术为由送他加入了学院。可谁也没想到的是，尤利安却变得更加耀眼，这让皇帝与其余皇子变得更加焦躁。在西亚眼中，尤利安的身上始终散发着人性的高洁，如果在这个人身上也能发生不幸，也应该是曾经和他这位魔女扯上关系才对。可妮可却说，这一切与西亚的遭遇也有关系。虽然当初运送魔剑的人没有找到，但显而易见，这都出自皇室的手笔。
皇帝陛下，大皇子、二皇子都很有可能是幕后主使。魔剑事件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尤利安的阴谋。这样的消息宛如重磅炸弹在西亚脑海中落下。他们选择了罗亚兹侯爵家族作为祭品。当被魔剑诅咒的人出现，做足准备的幕后之人便会解决这一切。届时登上皇位便会受到所有人的爱戴。只是不知道最终会是谁能完成这场演出。闻言，西亚久违地感受到愤怒的情绪。他不敢相信他的家族会在政治游戏上成为无足轻重的祭品，只因为罗亚兹家族的平庸，因此不用担心魔剑成长到过于强大。闻言的西亚指节不自觉地攥紧，就连魔剑也感受到来自他身上久违的杀气。半晌，西亚轻揉着眉心，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妮可看着西亚，眼神中也充满担忧。这样的灾难和妮可似乎也有着很大关系。作为侯爵继女的妮可，在年幼时便拜入魔塔，成为贤者的弟子。如果魔塔也能牵扯其中，那么事态升级会成为幕后之人最想看到的局面。看着陷入自责的妮可，西亚也安慰起对方。现在他们不需要这样内耗，当务之急是猜出真正的谜底。在战争爆发的中期，帝国拒绝了苍穹骑士自由成立讨伐团的理由。那么谁能赢得民心，登上皇位呢？这场因为权力而诞生的惩罚游戏，如果不是西亚的出色天赋，皇室的表演应该是成功的。任谁也没有想到，罗亚兹家族的长女会将帝国推向黑暗。可这一次呢？皇室的算盘依旧以失败告终，魔剑彻底消失在了众人眼前。正想着，妮可却给出了回应。尤利安的婚约本身就是对罗亚兹家族的试探。尤利安面临抉择时刻，而西亚也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心意。尤利安的未婚妻是当今皇太子妃的妹妹，而这件事竟和罗亚兹家族产生了联系，所以这次的订婚显然是皇太子牵制尤利安的手法。从尤利安的反应来看，身为当事人的他却最后的知情者，要么成为皇太子忠实的手下，要么拒绝婚约，站在帝国的对立面。二皇子显然知晓其中的内幕，不惜以暗杀的方式也要阻止订婚。这场源自皇室的骚乱，最终会牵扯到西亚所在的家族，只因为其他人眼中那柄本该在罗亚兹家族抱走的魔剑，却在没有任何一人牺牲的情况下，离奇的消失了。在所有人眼中，能做到这种程度的，除了苍穹骑士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做到。在整个帝国，支持尤利安的势力也不在少数，导致皇太子和二皇子方面都很紧张。而现在也到了尤利安做出选择的时刻，接受婚约握手言和，又或是依靠苍穹骑士成为帝国的敌人，而这样也意味着战争，罗亚兹家族也不能幸免。因此妮可希望尤利安能顺利完成婚约，这是唯一可以避免纷争的方式。晚上，西亚站在窗边怔怔出神，来自魔剑传导的情绪让他突然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所有魔女的精力，让他拥有充足的实力。魔剑的恶念正不断逸散着，如果不是他们，西亚本可以和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或许死亡就是他们应得的报应。报仇的念头不断在脑海浮现，仿佛侵蚀已经不可逆转。但西亚却很快意识到恶意的来源，这样熟悉的念头和疯狂的想法，是在魔剑的催生下才愈发强烈。听着魔剑依旧在耳边聒噪个不停，西亚直接一手电击疗法让魔剑闭上小嘴巴。好在现在幕后主使已经有了轮廓，回想以前，现在的他即使再痛苦也不会被杀意左右。就像妮可姐姐说的，顺理成章地看着尤利安结婚吧。西亚安抚着自己的内心，但这样真的有用吗？很多年前，他曾带走过尤利安的佩剑朗格努斯之剑，也是这柄不可触摸之剑，让西亚明白了些东西。就像现在，西亚不希望尤利安完成婚约，这样的情绪让西亚也产生了疑惑，是因为对同样被皇太子操纵的人生感到同情，又或是其他的一些东西。西亚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为什么在听到他未婚妻的消息时自己会生气呢？又为什么不想让尤利安知道那段被抹掉的过去，甚至期待他的微笑？混杂的思绪在西亚脑海中不断闪烁，他不知道这种情绪的由来。当尤利安的名字和西亚苦苦追寻的幸福相互联系时，难道这就是喜欢吗？过新生的西亚享受着自己梦寐以求的人生，回想起那段黑暗的日子，美好的村庄被自己亲手摧毁，萦绕在耳边的是孩子恐惧的哭闹，是女人痛苦的哀求和男人怨毒的咒骂。在这一刻，被魔剑侵蚀的西亚内心却彻底的碎掉了，无法弥补的罪孽，无法触及的谢罪之言。直到尤利安的出现，仿佛成了照进他阴暗内心的光，他的眼神好像看穿了西亚的灵魂，看到了被囚禁其中的痛苦哀嚎。也就是在这一刻，这个身影似乎成了西亚心中不可磨灭的痕迹。被关在骑士团地牢半年的时间，尤利安总是会独自前来，从不理会其他人的不解，世人眼中的怪物，在他的眼里却是另一个模样。他总是默默地看着他，也就是这样的眼神，帮助的西亚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且痛苦的时刻。而西亚也总能读懂他眼睛的东西，是尤利安发自内心的为他加油，鼓舞着西亚不要输给扭曲的侵蚀。作为回应，西亚只能发出野兽般的嘶吼。他很想告诉尤利安自己的名字和原本的模样，很想当面说一声谢谢，谢谢这漫长时间的信任与陪伴。带着这样的信念，西亚终于在不久后的未来重新找回自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证明给这位骑士，他的信任给予了这个世界意想不到的奇迹。但遗憾的是，当西亚重新回到最初的样子，想再次见到那个年轻的骑士时，却恍然醒悟，尤利安早已倒在自己暴力的剑下。
原来那个美好的重逢只是一场泡影。因此，西亚用了9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时间之剑凯洛斯。他很想说一声对不起，顺便还给尤利安所失去的一切。带着这份信念，西亚逆转了时间，回到了一切还没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一刻，西亚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内心，那份跨越扭曲的时间，还未曾明悟的爱意。西亚的情绪剧烈的起伏着，险些吓坏了一旁的妮可。深藏的情绪终于冲破枷锁，这让西亚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处理，拨开现实的迷雾。当爱意出现在眼前时，西亚这才发现自己竟然满心都尤利安的影子，但此时却再次成了爱而不得的人。隔天，西亚收拾好情绪，懊恼着自己昨晚的动摇。尤利安的婚约关乎着家族和帝国的安危，可正想着，爱丽丝却上前喊住了西亚。无论遇到了怎样的困难，爱丽丝都会永远站在西亚身边。不久前，爱丽丝找上了西亚。原来今天是社团聚会，但西亚却心不在焉地走错了方向。这些天西亚的状态始终不太对，让爱丽丝不由得有些担心。但哪怕同为女生，西亚的心思就连爱丽丝也捉摸不透，只能安慰着对方，千万别把事情憋在心里，自己永远可以是西亚倾诉的对象。温暖的话语飘进西亚的心扉，闻言的西亚一把挽着爱丽丝的手一起出发。粉毛少女的傲娇被爱丽丝尽收眼底，如同他们初见时一样恢复了活力。片刻后，两个天才少女结伴而行的画面让其余人议论纷纷。好在以往那些龌龊的传言早已消失不见。爱丽丝细细搜寻着帕蒂玛前辈的下落，终于在长凳的一旁发现了对方的踪迹。可这时一个气势汹汹的男生却找上了帕蒂玛。西亚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曾经和伊恩狼狈为奸的败类，名叫布雷德的男人颐指气使，称帕蒂玛不择手段挖其他俱乐部的墙角，说着便掏出了他所谓的证据，从中翻找出一张申请书，狠狠地甩到帕蒂玛眼前，还称这都是女生傻乎乎的把戏。原来这是米哈伊尔的申请书，在布雷德的描述中，对方本该加入他所在的俱乐部。尽管帕蒂玛竭力解释，米哈伊尔在正式提交申请书前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布雷德却压根不管这些。他上前一步，指着帕蒂玛的鼻子称对方破坏了俱乐部之间的礼仪，称米哈伊尔只能加入他所在的俱乐部。可帕蒂玛却根本没有屈服，这样的态度也彻底惹恼了布雷德，称帕蒂玛只是没用的野蛮人，就算米哈伊尔加入帕蒂玛的俱乐部，也只是因为其中有几个漂亮的新生而已。这番言辞也引得大家议论纷纷，只因帕蒂玛是没有传统国籍的游牧民出身，而这里的争吵也被西亚亲眼目睹。可爱丽丝却抢先一步，让布雷德给帕蒂玛道歉。谁知闻言的布雷德却摆起了学长的架子，称爱丽丝只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为了避免爱丽丝陷入他们的争端，帕蒂玛只好让爱丽丝先离这个垃圾远一点。谁知这样的言辞却让布雷德准备拔剑给他们一点教训，可谁知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冷汗都冒了出来。西亚只是随意的抵住剑柄，任凭布雷德如何努力都拔不出来。这一幕让吃瓜群众也看傻了眼，称布雷德是个看到漂亮女生就使不上力的软蛋。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西亚的压迫感到底有多强。也许是上次给的教训还不够，西亚随手便将手套扔在了地上，以后辈的身份正式向男人发起决斗。如果你输了的话，记得跪下向帕蒂玛行礼。而就在这时，一个红色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人群周围。尽管这是第一次见到西亚，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毛少女再次展现自己的实力，而迪亚桑特的行为却彻底触及尤利安的底线。不久前的俱乐部聚会上，西亚却遭到学长的挑衅，正好心情烦闷的他一点也不惯着，当即就向对方发起决斗。而这时本有些退缩的布雷伯听到众人对自己议论纷纷，一时间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声称要好好教教西亚尊重长辈的礼仪。爱丽丝则是按住了不安的帕蒂玛，向西亚投去了信任的眼神。二人各自站在场地一边，随着裁判的声音落下，布雷德的长剑便直直地向着西亚刺来，可西亚只是微微侧身便躲过了攻击。这样的战斗勾起不了他丝毫兴趣。下一刻，西亚的长剑便停留在布雷德眼前，随后翻转手腕，用剑身狠狠地给了男人一个嘴巴。这一幕让围观的众人的心里一惊，粉毛少女敏捷的身法和发力方式简直超乎想象。此时的布雷德哪里还有刚才嚣张跋扈的样子？面对西亚近乎羞辱的攻击，他举起长剑向着西亚狠狠地劈了下去。可这样的攻击却连女孩的衣角都触碰不到。西亚优雅宛如鬼魅的身法，配上无以伦比的剑术，长剑紧贴着布雷伯的喉咙掠过，不伤及性命却带着羞辱意味的攻击，让众人也被羞得头皮发麻。而此时的红发少女却不知在想些什么。随着西亚不断出剑，布雷德的心理防线被一点一点摧毁，甚至连最后一点反击的欲望都彻底消失。他眼中的西亚再也不是那个随和的美丽少女，而像是随时都能取走他生命的死神。片刻后，布雷德再也支撑不住，坐在了地上。前后的反差就连西亚也一阵无语，求饶声响彻了整个场地。按照约定，布雷德需要向帕蒂玛下跪认错，可对方却将刚才的无理行为归咎于失误。闻言的爱丽丝差点忍不住再揍他一顿。好在布雷德反应迅速，咚咚咚的用头亲吻着地板。在西亚和爱丽丝的虎视眈眈下，这样的道歉才终于结束。而一旁暗中观察的红色少女也缓缓离开，她就是尤利安的未婚妻迪亚桑特公主。这时的尤利安也找上了对方，她与尤利安的婚约让无数人对她虎视眈眈，
可看着尤利安脸颊的汗水，迪亚桑特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如果是担心他的话，只需要派出警卫就可以了。能让尤利安殿下如此乱了分寸，想必是听说他去到西亚所在的地方了吧？他笑盈盈地说着自己的猜想，而他不知道的是，这就是尤利安的底线。迪亚桑特只是微微试探，就彻底看清了尤利安内心那个粉色的身影。不久前，尤利安第一次表现出愤怒的情绪。身处皇室漩涡的他，将西亚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绝不允许任何危险牵连到那个粉发女孩。而迪亚桑特却是一脸玩味，在他看来，尤利安除了和他联姻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可谁也没有想到，为了西亚，尤利安已经开始考虑放弃朗基奥萨了。由尤利安握持的圣剑象征着正义秩序，持有者无法做出违背普世正义之事，这也是尤利安能获得帝国皇室无条件信任的原因。一个注定只能做出正义行为的他，本身就是无比易于操控的存在，但若是抛弃圣剑，他会有更多选择。尤利安的答案让迪亚桑特很难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与此同时，西亚爱丽丝正与帕蒂玛挥手告别。有了西亚的加入，想必这个社团以后能走得更远。爱丽丝这时请教起西亚攻击时的发力技巧，可刚打算回应，却发现爱丽丝瞬间成了豆豆眼。尤利安不知何时已经站到了二人身前，见状，爱丽丝识趣的离开，夕阳的余晖将二人温柔的包裹，而西亚却不自觉地低下了头，他有些不敢直视尤利安的眼睛，这还是西亚第一次露出这样的神情，让尤利安误以为在迪亚桑特到访的期间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可这样的提问却让西亚瞬间懵了，难道社团的纠纷传到了团长的耳朵里吗？二人大眼瞪小眼，片刻后才终于连上频道。尤利安这才确认西亚并没有和迪亚桑特碰面。闻言的尤利安松了口气，只是女孩一直低着头，让尤利安误以为她的接近，西亚产生了不舒服的感觉。闻言的西亚慌忙抬头，解释称自己并不讨厌这样的感觉，但如果不讨厌的话，为什么不抬头看我呢？尤利安的直球发言让西亚彻底丧失了表情管理，毫无相关经验的他，这一时间脑袋一片空白。沉默片刻后，西亚鼓足勇气称一切都是因为尤利安太好看了。这个回答让尤利安彻底愣住了，这样吃错药的发言让西亚彻底绷不住了，他好想突然出现个裂隙让自己钻进去，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番话却也让尤利安彻底放下了心里的不安。二人说到正事，后天需要前往阿兹卡城外展开行动，因日程冲突将无法参加骑士排名赛，要一起来吗？尤利安不经意间流露的爱意却被神经大条的西亚下意识忽略了，甚至将这带着反差的小心翼翼当成了试探的筹码。尤利安向来习惯独自完成任务，这次他带着请求，希望西亚能够同行，只为了争取这难得与西亚独处的机会。尽管西亚理性地认为这是尤利安想试探他魔剑持剑人的身份，他还是下意识地答应了尤利安的请求。虽然两人都还没完全明白自己的心意，但都下意识地做出了接近对方的决定。奇奇怪怪的二人让魔剑也一头雾水。回到房间后，尽管自己内心还是有着纠结，但想到尤利安当时的神情，就算是重新选择，他也无法拒绝那样的尤利安。想到这，西亚不由为自己的恋爱脑老脸一红。而这时，即将到来的夏天带来了树叶的清香，西亚决定这几天要好好采购一下夏天的礼服。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购物了，在逆转时间之前，他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看着镜子中精致的脸颊，女孩好像重新找回了那个享受生活的自己。只是一向随心打扮的西亚，这次却不禁开始思考，尤里安喜欢什么类型呢？西亚晃了晃脑袋，甩开这些奇怪的想法，脑海中也传来了魔剑的声音。看着手中象征魔剑的印记，西亚仿佛瞬间被拉回到了现实。尤利安所有情绪的对象都是对着过去的阿尔西亚·罗亚兹，而现在的西亚身为魔剑持有者，只能放弃这些不该有的期待，他不能被发现。而这时妮可却敲响了房门，在得知西亚要单独和尤利安执行任务后，妮可瞬间慌张了起来。他是最了解西亚情况的人，所以不由得担心这次行动对西亚充满危险。由于原本负责迪亚桑特公主护卫工作的人选由尤利安换成了特蕾莎，所以妮可也不知道尤利安到底在执行什么任务。但比起这些，西亚却更想知道，当时在罗亚兹侯爵府放置魔剑的到底是谁。闻言，妮可缓缓放下茶杯，虽然线索的指向并不直接，但她还是认为二皇子的可能性很大。只是目前情报都来源于魔塔内的魔法师，想要确定人选，还是要深入皇宫内部寻找答案。但如果被发现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被以叛国罪论处，这是西亚无法接受的结局。他不能再次失去妮可姐姐。西亚清楚地知道，即使是为了这些不确定的情报，妮可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而西亚也终于展现出自己成熟的一面。她不再是那个需要妮可保护的小屁孩了。不知在什么时候，这个从小围着妮可转的女孩，已经成为了可以依靠的同伴。尤利安和西亚的任务之旅正式开启，列车上的独处让尤利安对接下来的时间充满期待。不久前再次见过妮可姐姐后，西亚决定先去找帕蒂玛前辈请假几天，而这时身后的呼唤让他停下了脚步。映入眼帘的是一副熟悉的面孔，是很久没见的塞巴蒂安前辈。男人一脸无语地说着这些天的遭遇。前段时间听说西亚生病，本想去看望，可团长交代的任务实在让他抽不开身。这时西亚才注意到对方手中遗落的材料。夏天的太阳庆典即将开始了。太阳节是这片大陆人们最向往的节日，在每年的6月20日至22日举行3天。庆典通常由骑士团主导，这次的庆典会在亚森市举办。
其中还包括了骑士团的检阅仪式。说到这，塞巴蒂安还想找个时间庆祝一下。西亚顺利加入骑士团，可这才得知西亚即将和团长进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听到这，男人的脸上也不免有些诧异。听说这次任务是单人执行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团长会与西亚同行。最近尤利安团长似乎一直很忙，导致骑士团的工作几乎由巴伦副团长一人承担，连带着他这位侍从也忙得不可开交。一些片段浮现在脑海，塞巴蒂安这才意识到，尤利安似乎从很早前对西亚就有着超乎寻常的在意。自己这些天的忙碌，该不会是团长趁机给自己穿的小鞋吧？想到西亚执行任务回来，可能庆典也即将开始，男人还是礼貌地预定了西亚半天的时间，吃个饭好好庆祝一下。简单的告别后，西亚怎么觉得前辈有些奇奇怪怪的？不久后，来自首都的列车准时出发，尤利安和西亚的任务也即将开始。这还是西亚第一次这样接触到尤利安，面对面的相处让西亚不由得小脸一红。但等了半天，尤利安也没有主动开口说话，导致西亚也没有率先开口的勇气。而此时的尤利安竟然就这么坐着睡着了。见状，西亚这才转过头看向对面这个男人。尤利安的脸颊宛如工匠精心雕琢的艺术品，虽然睡着的神情显得非常平静，但西亚心里清楚，陷入权力斗争的尤利安其实很少有喘息的机会。回想起逆转时间后的第一次见面，尤利安在介绍中并未提及自己的姓氏。难道他想彻底摘掉皇族的身份吗？在失去母亲的同时，也彻底成为家人的眼中钉，这种滋味一定不好受吧？身处黑暗的人却成为了帝国人民心中的光，这样的尤利安也让西亚滋生了更多探索的欲望。任何关于他的梦想与恐惧，还有那份让西亚为难的婚约，他不想看到站在尤利安身边的迪亚桑特公主。这份独属于恋人的私心，就连西亚也没有察觉到。想到这些，西亚赶紧掏出镜子，还好脸红的不是很明显。可这时，身前一道直勾勾的目光让西亚险些下一激烈。尤利安竟然不知何时已经睁开了眼，对方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西亚竟全然没有察觉。闻言，尤利安沉默片刻，他竟然从始至终都没有睡着过。利安终于卸下冷酷的伪装，彻底暴露了小狗的尾巴。不久前，二人启程前往任务地点。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尽管二人已经十分熟悉，但还是头一次迎来属于他们的独处时间。面对面的呼吸，仿佛一切都清晰可闻，这也让西亚第一次有些不知所措。斟酌了半天，西亚还是试探性的开口，询问尤利安此次行动的地点。他们要去往帝国东部奥拉地区的一个村庄，晚上列车到站后要乘坐马车再次出发。而这次的行动内容，就连尤利安都十分头疼。曾经消失在圣女被刺案件中的神剑艾尔，这次竟然显露出了踪迹。尤利安、西亚二人需要将神剑进行回收，而西亚听闻此事也皱起了眉头。这件事被记录为重大转折，曾无数次出现在前世的记忆中。西亚小心假装着第一次听到的表情。至于为什么消失的神剑再次出现，有关的情报还不能给出答案。西亚在脑海中仔细拼接着线索。前世的圣女失踪时只有12岁，侦察兵团不断寻找着她的踪迹，最终在她的遗体上发现了埃尔基奥萨的痕迹。为了救那个孩子，即使尤利安自己也深陷漩涡，也甘愿离开自己的岗位。而这样的他，也是西亚欣赏的原因。想到西亚才大病初愈，尤利安却不由得有些担心，随即看了看西亚的配件，好像永远都是便宜的制式长剑。自从西亚回归以来，为了不暴露魔剑的踪迹，任何武器在他手里只有伪装的作用。而制式武器的好处就在于，便宜的造假让西亚可以每次执行完任务顺手丢弃，省去了很多修理的麻烦事。尽管内心不想对尤利安说谎，但关于这件事，西亚还是选择了保守秘密。虽然现在的他对比进入学院之前有了很大改变，朋友的陪伴让他忘去了很多过往的痛苦，但独自一人时，那些过往还是会悄悄钻入他的脑海，仿佛在提醒他曾经身为魔女时所犯下的恶行。看着西亚的反应，尤利安本以为西亚对剑毫无兴趣，刚想试着询问西亚的喜好，在得知西亚很享受在训练场对练时，刚才弯下去的嘴角，此时却变得比 AK 都难压。尤利安开始期待能够随时与西亚对练的日子。人很难同时拥有两个深爱的东西，但无论如何也要争取才是。尤利安似乎做了个艰难的决定，他猛地起身，随后在行李架上仔细的翻找。下一刻，在西亚一头雾水之时，将一个包裹推向了他。如果不想修理的话，可以用它。西亚对里面的东西很是好奇。随着列车驶出隧道，西亚的眼神似乎也在此时亮了起来。这是一柄很有女性特征的剑，也是尤利安送给他的第一件礼物。这位响彻帝国的苍穹骑士，在此时终于露出了自己的小狗尾巴。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西亚似乎给予了尤利安克服万难的勇气。不久前，尤利安终于大胆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受人敬仰的苍穹骑士团长，在此刻终于表现出属于大男孩的青涩情感。西亚手中精美的长剑，与他往日的礼服都搭配得恰到好处，而上面附着繁杂的魔法刻印，让长剑能保持长久的洁净与锋利。仅只需要每半年一次提供魔力补充。看着尤利安支支吾吾地解释着，脸颊也逐渐红润了起来。
就像是人生第一次送出礼物，很在意对方的反应一般。见状，西亚的嘴角不自觉地扬起弧度，他是真的很满意这份礼物。无关于礼物本身，更重要的是尤利安的心意。原来长剑自西亚担任侍从以来就开始制作，但直到不久前才完工。为了找到送出的时机，让尤利安也绞尽了脑汁，但西亚却并不理解。明明他对尤利安的事情一直很上心，哪怕是随叫随到也不为过，但在尤利安的眼中，西亚却一直是很讨厌他的状态。得知此事的西亚也是一脸黑人问号，没想到两人的视角偏差会这么严重。好在这个误会在不久前终于消除。就在那个西亚称赞尤利安外貌的下午，看着手中的长剑，西亚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背上施舍，可这时脑海中突兀的声音却打乱了他的思绪。刚才西亚的称赞让魔剑不由得小口吃醋，想到自己的勇猛竟然比不上尤利安送的花瓶，这让魔剑简直伤心到变形。直到西亚安慰了981个小时，魔剑才逐渐安静下来。而尤利安这时已经起身站在了西亚身边，误以为西亚不会佩戴的缘故，他自顾自地准备为西亚系上皮带。没等西亚反应，尤利安的身影便已然贴近，这样的距离，二人仿佛都能听见对方剧烈的心跳。尤利安的手穿过西亚的腰肢，将皮带轻轻系上，氛围一时间变得有些暧昧。片刻后，尤利安率先按捺不住，虽然仅仅一瞬，但口干舌燥的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出门找点水喝。而西亚的内心也同样慌张，虽然心里很清楚自己的情感，但近距离的接触还是让他不由得心跳加速。而西亚也很干脆地做了一个始乱终弃的女人。魔剑大概是要沉寂一段时间了，尤利安的礼物或许是在提醒西亚，比起噩梦般的记忆，更应该记住那个一直站在他身边的身影。虽然不知道会是暂时还是永远，但都会是西亚想要的人生。